玩具、纸餐盒、塑胶饮料杯、瓶瓶罐罐，还有行李箱、大型床垫，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周遭会使用的物品，变成垃圾堆积如山。日晒雨淋，散发浓烈酸臭味，还有苍蝇、小强相伴，这样的场景就在台湾。大家好，我是陈文月。在台湾有美丽的百岳可以爬，但是你知道吗？在同一片土地上面，还有另一个造山运动正在持续，而这个山指的是垃圾山。我们团队来到地方是新竹县的新丰乡，这里有全台湾堆置量最多的垃圾山，高达22万吨，可以看到已经堆成了5层楼这么高，而且新的垃圾还在持续进来，所以挖土机在准备时候还在持续的往上堆高。这集的8分钟看懂天下，要让你知道，已经是已开发进步国家的台湾有多少座垃圾山，而这些垃圾山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即便多数垃圾山是远离密集住宅的地方，但是对我们生活仍然会造成危害。至于从政府到民众，我们能做些什么，能让垃圾山有被消灭的一天？刚刚开场画面是不是就觉得很震撼？而且我爬上去的还只是其中一座，往左右两边看是一山又一山，最外围是比较新鲜的垃圾，很多有被压在底下的，几乎烂掉到看不出来是什么。也因为垃圾又多又杂，累积了大量的沼气，光是近5年就发生了71次自然火灾，更不用说浓烈的气味，每次风一吹，附近居民就被臭到快昏倒。吹北风或西北风的话，那个味道真的每户都很难闻这个味道。竹北市跟新丰乡的垃圾都是在这边新丰掩埋场。从李明家望出去，窗外的风景是垃圾山，很难想象，作为高科技产业中心的新竹，有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全台湾收入最高的关心里，但就在车程不到半小时的距离，还有全台最大的垃圾山。而失控的垃圾山其实遍布全台。根据环境部资料，截至今年6月底，待处理的垃圾已经累积73.2万吨，足以淹没13座大安森林公园，在各地堆成了48座垃圾山。实际情况恐怕还更糟，因为环境部所谓的垃圾山是只有堆置裸露垃圾的掩埋场。如果已经初步用胶膜打包，就会被定义成是妥善处理，不会计入官方的统计数字。而这些还不包括因为掩埋场爆满，堆在各地清洁队、资源回收厂，还有山区、海边空地的垃圾。这个应该是已经累积1年半的垃圾水，以它的情况，你看不出结果，所以这个检验上面应该是不能够列入参考记录，但是我们还是会再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记住下次这样的水体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浪费这一资料集了。对，里面混了很多家屋在使用的东西，可能是蒸厨余啊，或者是你家里面你不要用的不属于这一个回收类的，理论上是这样哈。然后这些垃圾全部混杂在一起，再加上天空下雨，然后它被累积出来的水颜色就是这样。脏到仪器测不出来了，这个黑水就是垃圾水。我们空拍机从下往上爬，在山里一路流下来的是新竹县竹东掩埋场的垃圾。这几年因为垃圾堆了太多太高了，一次下雨之后崩塌，垃圾山变成垃圾流，还流出了大量的垃圾水。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洪桂芝还有一群妈妈们，不定期就会来采水样，他们担心孩子喝到被污染的水。它就是从垃圾山没有被雨衣部收集的那一个区域下来的废水，是咖啡一样颜色没有错啊，就很深很深很深。然后它遇到台风天会更可怕，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废水处理设施，也抽不走，所以呢，它就会进到山体，还有旁边的这个雨水特沟，最后就流回沙坑溪，而沙坑溪最后会再汇回头前溪，所以它确实是头前溪一个污染源。讽刺的是，这些垃圾所在地40年前就被划为自来水池水量保护区，影响范围涵盖头前溪水源区，提供新竹县市75万人饮用水源。
不过几十年来垃圾一直都在产生，为什么垃圾山问题会在这个时候爆发呢？时间要推回1980年代，因为掩埋场的容量有限，行政院决定垃圾处理要以焚化为主，掩埋为辅，开始新建了焚化炉。但现在全台湾25座焚化炉，将近80%已经满20年，进入了老化整改期，面临了轮流岁收，甚至停炉。垃圾的处理量呢越来越低，各地为了焚化炉的剩余空间抢破头，尤其不是每一个县市都有焚化炉，像是新竹县跟南投县，常年都得要托外县市处理。但是当人家不帮忙，就只能堆起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而新竹县的状况也是台湾垃圾问题的缩影。一直以来，新竹县没有自己的焚化炉，得看人脸色，拜托附近的新竹市跟苗栗县帮忙烧。但2000年落成的新竹南寮焚化炉，在2017年进入了整改期，原本设计容量是一天能够处理900吨垃圾，现在只剩下70%多。加上这几年大量人口移入新竹县市，垃圾同步增加，新竹县生活垃圾5年就多出了20%，新竹市也在近6年人均生活垃圾多了近40%。新竹市自己的垃圾都怕塞车，新竹县挤不进炉的垃圾就越堆越高。但是探讨垃圾山形成，除了焚化炉老旧跟垃圾增量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事业废弃物的排挤效应。其实全台的大型焚化炉处理量呢，一年大约是有680万吨，而全台湾家户垃圾约有470万吨，不是应该要绰绰有余吗？问题就出在，除了一般垃圾以外，焚化炉还会烧事业废弃物，简称事废。以新竹市焚化炉烧的事废来说，有来自商家、餐厅、饭店产出的垃圾，还有营建业、小工厂的废塑胶混合物，也有少部分竹科废弃物。近5年，新竹市焚化炉烧事废的平均占比是4%5，一年平均烧10万吨的事业废弃物，这个数字相当于新竹县1年的一般垃圾量。也就是说，如果新竹市不烧事废，要帮新竹县烧垃圾，完全是有余裕的。无论是我们前面看到的新丰还是竹东，根本就不会堆出垃圾山。那这些原本被盖来烧生活垃圾的焚化炉，为什么开始烧事废？因为刚盖好时，焚烧量呢曾经一度超过垃圾量，因此在2003年的时候，行政院就核定，当焚化炉有空间，是可以处理一般事业废弃物，从此为事废搭便车开了大门。但时至今日，垃圾都堆成了山，焚化炉为何还在烧事废？台面下不好说的实话是，为在地商家、工业区、科学园区烧事废，钱就是比较多。以新竹市来说，处理费用1吨收3000，比帮忙收新竹县的生活垃圾1吨多赚了快2000。不仅充实市府库房，还是有机会增加选票的选民服务。近5年来，全台大型焚化炉有将近30%量能都用来处理事业废弃物，难道没有专门烧事废的地方吗？答案是应该要有的。但因为一来是送民间事废焚化炉成本比较高，二来明明废弃物清理法第32条规定，新设工业区及科学园区应于区内或是区外规划设置事业废弃物处理设施，设置完成之后才可以营运。但目前全台70个产业园区，只有10个有自设处理设施。主管机关经济部是怎么说的？不管区内或区外，这些厂商所产出的废弃物都在这些合格的废弃物处理设施里面去做处理。所以法规里面说，必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必须在区内或区外设置这些，要有这些处理设施，就是这样的概念。只要能够处理事业废弃物的都算，因为同一个焚化炉，它的使用可以是多元的。经济部的言下之意，就是在他们的认知中，尽管大型焚化炉是盖来烧垃圾，但只要负责单位同意收事废，就可以被视为是合格设施。但事实上，包括了废清法第28条、公民营机构新建营运垃圾焚化厂作业办法和现有大型焚化厂统一调度办法，都规定，不论公有或 BOT、BOO 焚化厂，必须优先处理一般废弃物。所以就在各自自我认知还有立即选择下，生活垃圾被排挤，堆成山。
想要消灭垃圾山，不光是要检视后端，源头的减量也是重点。尤其在疫情之后，包裹外送都让垃圾越来越多。我们每日人均垃圾量是达到了 1.359 公斤，超越了日本跟韩国。近5年全台垃圾总产量成长超过了 7%， 去年是再超过了3200万吨。这个垃圾的暴增，让全台焚化炉更无法消化，垃圾山问题雪上加霜。如果源头垃圾不减量，焚化炉再多再厉害都没有用。其实是老话一句，把回收彻底做好，就能够有助于垃圾减少。像是彰化县就祭出了严格的破袋检查，第一线的清洁队会组成稽查小队，整路跟着垃圾车检查到民众要丢的垃圾没有分类好，就直接退货。一开始引起相当大的民怨，甚至有清洁队员被民众殴打。而垃圾车到了焚化厂又会被再检查一次，最高纪录8车查1车，每次抽验5袋垃圾，只要有1袋不合格就整车退运。垃圾从出了民众家门直到焚化炉彻底执行检查，短短1个月，垃圾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成。更直接有效的方法呢，是采垃圾费的随袋征收。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韩国，一般垃圾、可回收垃圾跟厨余都有不同颜色专用袋，等于丢越多付越多，只有资源回收是免费的。但是分得超级细，连洋芋片袋、装水果的塑胶网都要分类回收，一共有12大分类、25种次分类。记者整理了一个表格，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资讯栏点连结。而这样高纲也让韩国垃圾的回收率达到了 62%， 全球第2。在韩国生活多年的台湾媳妇侯如山就很有感。韩国在整体这个回收事情上面做的比较，与其说是严格，不如说做的比较认真。对一般民众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家庭开支就会减少啊。无论你是丢厨余也好，或是丢一般垃圾也好，因为你的回收做得很好的情况下，你就必须要多余一些花费。暑假回台湾度假嘛，那住我娘家，然后我平常因为在韩国已经资源回收很习惯了。所以我会把一些薄的塑胶片啊，或是很小的纸片啊，都会放进那个资源回收桶。然后我娘家妈妈就会跟我说：“你怎么做那么仔细？这些都是一般垃圾，你不要都丢去资源回收桶啊。”然后我才意识到说我们其实在资源回收上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如山也观察到，韩国人有很强的自觉感，已经是富裕国家，更要当进步国家。而首尔的一般垃圾袋每公升价格是台北的近2倍，厨余袋更是一般袋价格的3倍以上，就是反映厨余的后续处理成本，这让民众更有动力减少厨余。台湾目前只有双北实施全区的随袋征收，但垃圾袋的钱只反映不到1成的垃圾处理成本。双北以外采的是随水费征收，恐怕不痛不痒，也就很难达到垃圾减量。在我还没有上任之前，过去这1-2年，我在谈的就是气候科技。其实气候科技里面呢，减碳大概占了7成左右，大概有18% 就是叫做资源循环经济。台湾在这块量很少，因为我从民间来，我也在企业待过。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台湾在追求经济发展，我们都偏重科技产业、半导体产业，可是这种所谓的资源循环，我们每个人的不管从生产制造到最后的末端，这个环节呢，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成长改变。第一个要先把嫌恶设施能够完善的这个处理好。我们希望在3年内，台湾不会有这种露天裸露暂置的这个地方。气象专家接任环境部长，最棘手的竟然是垃圾。台湾已经是全球前12大工业国，人均 GDP 超过3万的已开发国家。但除了引以为傲的半导体，看到这些垃圾山，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真正进步的国家？最后还想给观众朋友看看这个画面，这个是台中大里卫生掩埋场，是把本来一片绿油油的山头，硬生生挖了一个6层楼深的洞来埋垃圾。你看了是什么感觉呢？请你留言告诉我们，也请你分享这集报道给每一位朋友，让垃圾山在台湾消失。8分钟看懂天下，我们下次见，拜拜。你有在做垃圾分类吗？有啊。
还在录制？有啊，大家都要做垃圾分类哦，垃圾减量。妈祖娘娘在上，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怡珊，今天率领天下的代表同仁一起来到这边跟您祈愿。在这一次800期的活动里面，跟您一起在台湾发行了25万的祈愿金。透过您的协助，也和很多朋友的帮忙，我们会把这20万的祈愿金送到台湾的各地，希望台湾国泰民安，全民平安健康。